那里就是唐僧西天取经回来之后所建的大雁塔，也是我们小时候课本里面学过的西安大雁塔。很多呢来过西安旅游的人呀，都只是站在我这个地方，咔咔咔对着大雁塔拍几张照片就回家了。但是大雁塔里面究竟有什么，你知道吗？悄悄地告诉你啊，这里面有大雁塔的定塔之宝和当年唐僧从西天取回来的真经，跟我们《西游记》里面看过的经书啊，那可完全不一样。据说能够到里面看上一眼的人呀，那是少之又少。关注阿波，今天就带你走进西安的大雁塔，走吧。从这个角度看大雁塔呀，还是非常壮观的。它呢一共有7层，1300多年前就已经建造了。今天大家都很幸运，有没有听到大雁塔风铎发出的响声？这个呢也叫风铃，也叫钟。大家听到它发出的声音，可以打出4个字：终身平安。我们带你到大雁塔里面去参观一下，走吧。从这个门进去啊，就是大雁塔的1层了。一进来呢，你会发现两边有很多的铁刻，来自历朝历代不同时期的不同书法。那么关键的是这个窗里头放的呢，就是1000年以前，也就是唐代的时候，大雁塔铸造时期所留下的一个砖层。你看这里还可以伸手进去摸，你摸到之后，你仿佛啊就穿越到了1000年前的大雁塔，哇，这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进来之后呢，大雁塔的1层啊，其实呢是一个十字形，对开呢有2个门加上2个窗户，刚好呢可以保证整个大雁塔的通风干燥，这样才能够让古塔更好的保存。你看这大雁塔的周边还有很多的壁画，包括呢对大雁塔的一个介绍。所以你进来之后，1层参观完，你知道大雁塔有一个大概怎样的情况之后呢，从我边上的这个楼梯直接登塔到2层、3层，宝物呢是越来越珍贵，尤其是第3层，那可是大雁塔当中我们小时候都特别想知道唐三藏取回来的经书长什么样，就在第3层。走，带你们去看一看。这里就是大雁塔的第2层。第2层主要存放的宝贝呢，就是我身旁的这尊鎏金造像，它是明代时期保留下来的文物，它能够成为大雁塔的定塔之宝，肯定有它的一定的道理。不仅是它的历史原因，那么更重要的有可能是它的做工跟工艺。您看上面的鎏金，现在还是清晰可见，跟我们现在的鎏金技术啊，可以说是不分上下。可见古人的智慧是多么的厉害，制作的水平是多么的高超。那现在呢，咱们沿着这个楼梯带您到大雁塔的第3层，据说上面有当年唐三藏呀从西天取回来的真正的经书，我敢保证你一定没有见过。这里呢就是大雁塔的第3层了。第3层的宝贝啊，可以说是大雁塔当中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好奇的一样东西。唐三藏从西天取回来的经书，其实就是长这样的，不是后面的那个书，是前面这个透明的管子里面放的这个像木头片一样的，上面刻满了梵文，一个字都不认识。为什么唐三藏当年到西天取经取回来的都是一堆树皮树叶呢？1000多年前，古印度它是没有造纸的能力的。所以唐三藏呢，他取回来的经书啊，都是写在一种叫贝多罗树的叶子上，用梵文刻写，拉回来之后再慢慢的翻译成我们当时所说的古中文，再抄写在经书上。那么这个叶子，他抄写的经书，简称就被称之为贝叶经，是不是大失所望？《西游记》里面不是说，唐三藏取经取回来的都是一本一本的书吗？其实就是这个贝多罗树的叶子，相当的珍贵。很多寺庙里面以自己能够有一片贝多罗树的叶子，那都当成什么镇世之宝。您想一想，它到底珍贵到什么样的程度？一片啊，只要一片，价值连城。这里呢就是大雁塔的第4层，也是大雁塔处于中心的一个位置。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宝贝呢？来看看这个，有没有人认识的？你把镜头往里头放，里面呢有一个水晶球，水晶球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小米粒，这个是啥？这个呢叫舍利子，很多人都没见过，今天是不是大开眼界了？这是印度的玄奘寺啊，悟谦法师当年呢捐赠给大雁塔的，所以一直呢被放在这里，算是佛家的1层宝物了。我们再到5楼，带您去看一看大雁塔5楼到底有什么。这里呢就是大雁塔的第5层了。第5层主要展示的呢就是唐砖，唐朝时候烧制的一些花砖。然后这里呢叫风铎，大雁塔的4周呢都挂了很多的风铎，也被称之为风铃。
风一吹啊，会发出特别美妙的声音。那么如果上第6层呢，就是那个楼梯，上去之后就是第6层跟第7层。带你们看看大雁塔的风景到底多漂亮，走吧。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大雁塔的第7层了，看看这四周各有4个窗户，它也是一个观景平台。那么从这个观景平台往外看呢，就是现在非常火的一个网红景点，叫做大唐不夜城。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有在各大媒体平台都有刷到过大唐不夜城的各种表演，非常的漂亮。在它的对面呢，有一个非常空旷的广场，其实晚上这里特别漂亮，它叫做音乐喷泉。来西安一定要到音乐喷泉来打卡一下。本人呢有幸曾经看过几次西安的音乐喷泉表演，相当的震撼。关注阿波，下个视频带您走进西安的兵马俑。